金担子装材配比重，按造型设想可以进行吊纳定位，不要动手就盘扎，加快枝干的木质化，针出会变得很慢。像这种高梯根装材，栽种前先把树根调整好，枝干裁剪到位。裁掉这条根，主要是主干不粗，根多根干过多形成不好。把这两条根收拢，形成自然流畅的根干过渡线条。这两条根原本是交叉的，把它们分开。树根在调整过程中聚散有度，成型后才有一副好的身材。两条根之间中间把它撑开，再把下端收拢。看看这个金担子调整后，两条弯曲的线条像什么？尤其是这个部分。对盆景造型要对装材多揣摩，发现它的特点，并按此对后续的枝干进行取舍蓄养。有计划有步骤使装材成型，这就是造型的设想过程。这两盆金担子是去年4月种的，用这种小盆种，主要是靠头生根加快它们的生长。这些根暂时不剪掉，留到上盆的时候再做处理。调整后的树根在这个时候可以松绑。对金担子调根至少要1年时间才能基本定型。对那些已经完全木质化的树根，记忆力强，定型的时间还会长。主干蓄养过多基本形成怎样去裁剪？先看看枝干的分布，确定好主干的变化节奏。去齿流弯是枝干裁剪中基本的规则。这是去年蓄养形成的，选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枝做主干都可以，但成型的效果会不一样。去齿流弯主干会多一级变化节奏，也更符合树的自然生长规律。这个枝条已经半木质化，剪短后可以逼出芽来。这颗金担子的基本轮廓剪出来，再对枝托进行培育。修剪中对出枝的取舍要依据主干所能形成的树势进行，剪掉这些多余的枝。简洁的高背出枝能更加突出树根的线条，这是高梯根盆景的主要特征。玩高梯根盆景可以变换枝托的成型方式，衍生出多种造型。比方把枝条做成叠枝，形成下旋的险境；也可以把它做成高背探枝，突出盆景轻瘦孤高的意境。把金担子装材，尤其是下山桩种活，最关键是保湿。保湿不是从外部喷水，而是常模或者是套袋所做桩体的一些水分。金担子下山桩最初出芽是桩材本身储存的养分所产生的作用，不要误认为是长根。急于把膜拆掉，很大概率会产生回芽，在这个方面吃了亏的应该不在少数。高梯根盆景在制作中有一个出枝与主干高度的比例问题，出枝在主干的什么位置比较恰当，在后面会讲到。看看这个桩材，干过高，主干没有更多的变化，形成腿短长身躯的身材，显然这个身材应该不符合大家的审美。降低高度，将重心下移，先暂定这个枝过度，从这里裁掉。老铁们对这个高度比例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不好，再咔嚓一刀。金担子的接口容易碳化，裁剪后要一次性把接口修剪好，贴上锡箔纸，这样愈合形成会更快。剪短顶枝，控制高度。这是由一条根长出来的枝，这种枝是很难整出的。把树枝确定朝这个方向，按照风水式造型，
主干这个象形身材逆风而立。茎担子裁剪后，也包括其他装材，不要施肥。修剪枝条不修根，对大多数盆景供需会失去平衡。施肥会增加树叶的浓度，减缓树叶的流速，产生失枝烂根的概率会高。把盆景放在散射阳光下，浇足水，保持底口串通。添加的培土中掺了硫酸亚铁和泥炭土。茎担子喜微酸性，改善它的生长条件，可促使新芽的萌生，也可以增强在高温季节的保水效果。确定好的造型，要控制顶端生长，不在造型范围内的枝条要及时把它剪掉。调配养分集中在下端的枝条生长上。最后来讲一下高提跟高位出枝在主干的什么地方比较协调。一般是出枝点不低于主干高度2/3的地方，这个点处在主干房茎分割的位置。我是山推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